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小小观察，大大检验。我是医检师 QQ。最近一则新闻引爆社群讨论，知名男网红在国外抱着刚出生的混血宝宝晒幸福照，笑得灿烂。另外，立法院正在为人工生殖法代理孕母修法吵得不可开交。两个画面天差地别，有钱出国的人享受天伦之乐，留在台湾的人却只能在法律外徘徊。今天我们就来拆解这个争议最大的议题——代理孕母，从法律到医疗到伦理，带你完整看懂。我们先回到台湾现行法律，现行人工生殖法就像一个非常挑剔的守门员，只让已婚异性恋夫妻且以一方不孕或有重大遗传疾病的人通过。意思是，单身女性无法使用人工生殖，女同志伴侣不行，男同志伴侣当然更不行。就算是异性恋夫妻，如果太太切除子宫或天生没有子宫，也被挡在门外。社会变了，大家的观念变了，不想结婚却想要孩子的人变多了，同志成家的需求也浮上台面。因此，行政院提出折中方案，也就是脱钩处理。脱钩处理的逻辑很简单，先放行争议小的，争议大的暂缓处理。争议小的是单身女性和女同志伴侣，草案建议内容包括单身女性可以合法借精生子，以及女同志伴侣可以 A 卵 B 怀，也就是一方提供卵子，一方怀孕。但有一个绝对前提，必须用自己的子宫怀孕。这就把男同志伴侣和先天或后天没有子宫的女性挡在外面，因为男性没有子宫，如果想生血缘孩子，只能透过捐卵加代理孕母。换句话说，政府暂缓代理孕母对这群人来说，就是要生孩子只能继续等，或是出国。为什么代理孕母这么复杂？首先，我们要理解医学上处理不孕症的顺序。当一对夫妻或个人想要孩子时，医疗会先从最简单、风险最低的方法开始：一、自然受孕，透过生活方式调整、排卵检测等增加自然受孕机会；二、人工受精 （IUI），在女性的子宫或输卵管内放入精子，让受精机会提升；三、试管婴儿 （IVF），将卵子与精子在实验室结合，再把胚胎植入子宫。当这些方法都尝试过，仍无法成功，或者怀孕对母体会造成高度危险时，才会考虑代理孕母。医学上，代理孕母通常适用于以下情况：A. 女性先天或后天没有子宫，无法怀孕； B. 子宫结构矮长或反复流产，即使有健康卵子，也无法成功孕育； C. 怀孕会对母体造成高风险，例如心脏病或其他严重疾病。在试管婴儿疗程中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，叫 PGT-A， 胚胎着床前染色体筛检技术。这个技术可以帮助选出染色体正常的胚胎，降低流产与胎儿缺陷风险。对代理孕母来说， PGT-A 几乎是标准配备，因为代孕成本昂贵，一旦失败，投入的时间、金钱与心理压力都是巨大的损失。不止医疗危险，代理孕母还涉及法律与伦理问题。怀孕过程中可能出现高血压、羊水栓塞、大出血，甚至生命危险。胎儿若有缺陷，谁决定是否终止妊娠？孕母的身体自主权又如何保障？这些都让代理孕母成为医疗、法律与伦理交错的复杂议题。国际上，代理孕母主要有3种模式：一、商业代孕合法国家，美国部分州如加州，法律完善，孩子出生前法院就裁定父母身份，技术顶尖，风险低，但成本极高，生一个孩子动辄数百万到千万台币。二、利他型代孕国家，英国、加拿大，禁止商业酬劳，只能给营养费。虽然道德高尚，但供不应求，排辈可能多年，很多人最终仍飞美国做商业代孕。三、法律灰色地带，部分东欧、东南亚，费用低但风险高，中介跑路，孕母反悔，孩子出生文件不全，可能滞留当地，孩子有缺陷，可能发生责任归属不清或被推给孕母。
历史案例也警告我们，美国 Baby M 案中，孕母生下孩子后反悔，不愿交出孩子，引发漫长诉讼，法律、侵权与伦理的拉扯非常复杂。台湾讨论代理孕母超过20年，卡关的核心问题有2个：一、剥削风险，谁会当代理孕母？经济弱势女性可能被迫出借子宫。2、伦理争议，怀孕中发生医疗纠纷时，谁拥有决策权？孩子与孕母的权利如何平衡？现行草案倾向利他型代孕，禁止商业酬劳，只能补偿医疗费与营养费，这能减少剥削，但实务操作仍有漏洞。营养费多少才合理？给少没人做，给多又变成商业化。如果台湾真的要立法，应该注意几个方向：一、明确角色定义，代理孕母、遗传父母、法律父母；二、严格孕母资格，年龄、健康、心理、生育经验；三、报酬制度明确，完全禁止商业或高度监管下有限开放；四、侵权确认，孩子出生即有法律父母；五、医疗决策与风险分配，胎儿异常、孕母健康、保险制度；六、跨国代孕承认与否。最重要的是，制度设计要以巧儿最佳利益为核心。代理孕母不是单纯的要不要开放的问题，而是一套完整的医疗、法律、伦理与社会制度工程。这次行政院的脱钩处理，先让单身女性与女同志使用人工生殖，暂缓代理孕母。政治上或许是妥协，但对男同志伴侣或没有子宫的女性来说，她们依然被挡在墙外。当然，政策随时在变，到底最后是分开过还是一起过，立法院还在拉锯。但核心争议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些：科技跑得比法律快，但我们的社会准备好接纳不同方式来到世界上的孩子了吗？准备好保障代理孕母的身体自主权吗？代理孕母不是非黑即白，而是一道社会的申论题。你支持有条件开放吗？还是坚持这是伦理红线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想法，也别忘了订阅、按赞，陪我们一起拆解更多科学与制度交错的议题。